影后颁奖礼上，我的对家小白花仗着张导特意为乔曼家的戏击败我，摘得奖杯。前辈，这个奖你拿不到喽。听着乔曼挑衅的话语，我微笑着鼓掌，指甲却掐进肉里。今晚的头条绝不能是乔曼。于是，我默默在心里对系统说，把他的心声给我公放3分钟。乔曼穿着一身洁白的仙女裙，提着裙摆，一步步走上万众瞩目的舞台。他经过我身边时停顿了一下，身体微微前倾，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前辈，这个奖你拿不到喽。声音甜美却极尽挑衅。我脸上的微笑弧度不变，今晚的头条绝不能是他拿着奖杯笑靥如花。于是我默默在心里对系统说，把他的心声给我公放3分钟。收到，宿主，新生公放系统已启动，范围全场馆，倒计时开始。感谢评委，感谢陈导，感谢剧组的每一位工作人员。他说着官方的获奖感言，姿态谦卑，引得台下一片善意的掌声。就在这时，一道与他当下状态截然不同的声音通过场馆的顶级音响清晰地传遍了每一个角落。天啊，这裙子也太紧了，肋骨都要勒断了，早知道就不吃那块黑森林了。等会儿下了台就让团队发通告，说我天赋异禀，艳压林昭。全场瞬间安静下来，掌声戛然而止。正在哭泣的乔曼猛地一顿，脸上的表情凝固了。他茫然地看了一眼话筒，又看了看周围。导播室里，工作人员以为是设备故障，立刻手忙脚乱地检查。乔曼清了清嗓子，试图继续他的感言。我尤其要感谢我的粉丝们。粉丝，一群没脑子的蠢货，我说什么他们信什么，让他们去冲林昭的微博，肯定很壮观。奖杯到手，看林昭那个老女人还怎么跟我争。不肯跟着陈导，还想拿影后，做什么春秋大梦？第2道心声响起，这一次所有人都听清了，那声音分明就是乔曼的，但他明明嘴唇紧闭，脸上挂着感动的泪水。台下开始窃窃私语，无数道探究、疑惑、震惊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打在乔曼身上。他的脸色从绯红变成了惨白，握着奖杯的手在不受控制地发抖。怎么回事？音响出问题了？那声音是乔曼的吧？是幻觉吗？他没张嘴啊！台下的议论声越来越大，像无数只嗡嗡作响的苍蝇。乔曼彻底慌了，他求助似的望向台下的陈导。陈导是这部戏的导演，也是一手把他捧上这个位置的男人。他此刻的脸色比锅底还黑，他立刻对身边的助理使了个眼色。很快，主持人拿着备用话筒匆匆上台，满脸堆笑的打圆场。看来我们的音响设备出了点小小的意外，给了大家一个惊喜，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恭喜乔曼。主持人想用掌声盖过一切，然而音响里第3道心声再次清晰地响彻全场。陈导那眼神是要杀人吗？怕什么？反正我们的事没人知道。等会儿下了台，可得好好安抚一下他，不然下部戏的女主角就飞了。轰！如果说前面只是让人疑惑，这一句简直就是在人群里投下了一枚深水炸弹。全场的空气凝固了，所有人的目光在乔曼和陈导之间来回扫射。陈导那张保养得当的脸此刻涨成了猪肝色，他身边的妻子，一位优雅的制片人，脸上的笑容已经完全消失，眼神里怒意燃烧。乔曼像是被人迎面打了一拳，身体晃了晃，几乎站立不稳，他丢了魂一样，喃喃自语：不是我说的。可惜他的辩解没人听，所有人都被这惊天大瓜砸懵了。我坐在台下，端着得体的微笑，心里却想着，我看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系统干得漂亮，这只是个开始。主持人快哭了，他拼命给导播室打手势，示意他们赶紧关掉音响。可那该死的音响像是中了邪，怎么都关不掉。怎么办？我的完美形象，我清纯玉女的人设，完了，全完了！都怪林昭，他今天为什么要来？从他手里抢到这个奖，连老天都看不下去了吗？这锅甩的真是清新脱俗。我嘴角的笑意更深了。乔曼，你慢慢玩，3分钟才刚刚开始。关掉，快给我关掉它！陈导终于失控了，他站起来，指着后台的方向怒吼。他这一吼彻底坐实了乔曼心声里的内容。他身边的妻子冷笑一声，站起身，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去。那决绝的背影比任何一句质问都更有力量。镁光灯疯狂闪烁，记者们像是嗅到血腥味的鲨鱼，全都兴奋了。今晚的头条有了，而且是核爆级别的。乔曼终于崩溃了，他扔掉奖杯，捂着耳朵蹲在地上，尖叫起来：不是我，你们听到的都不是真的。可他的尖叫被下一句心声完美覆盖。我要疯了！这个颁奖礼为什么要全球直播？我的脸丢到国外去了。陈导那个蠢货，他老婆肯定要跟他离婚了，他会不会把气撒在我身上？我下个月的包，我的海岛别墅。
信息量太大，台下的观众已经从震惊变成了吃瓜的狂欢，有人甚至拿出了手机开始录像。我的经纪人张姐在我身边，急得满头是汗。昭昭，这是怎么回事？太邪门了！我轻轻拍了拍她的手，示意她冷静。看戏就好。张姐愣了一下，看着我平静无波的侧脸，似乎明白了什么，不再说话。颁奖典礼已经彻底失控，主办方焦头烂额，几个保安冲上台，想要把乔曼带下去。乔曼像疯了一样挣扎。别碰我！你们这群保安1个月工资多少？也敢碰我？等我翻身了，把你们一个个全开除！他内心的嘶吼通过音响传达给了所有人，那几个保安的脸色顿时变得十分难看，他们手上的力道也不自觉地加重了几分。终于，在乔曼再一次的心声尖叫中，他被半拖半架地带离了舞台。世界终于清静了，主持人尴尬地站在台上，拿着手卡，不知道该说什么。全场的目光有意无意的都落在了我身上，我才是今晚这场大戏里最无辜也最神秘的旁观者。陈导目光阴毒地看向我，他几步走到我面前，压低了声音，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林昭，是你搞的鬼！我抬起眼，迎上他满是血丝的眼睛。陈导，您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我的语气很无辜，眼神很清澈。你听不懂？陈导气得浑身发抖。别给我装蒜！除了你，还有谁跟乔曼有这么大的仇？你是不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他的声音不大，但周围几个人都听见了，一些怀疑的目光开始落在我身上。是啊，整件事里，我似乎是唯一的受益者。乔曼身败名裂，我这个被他抢走奖项的受害者，自然会得到所有人的同情。我轻轻叹了口气，站起身。陈导，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我从头到尾就坐在这里，什么都没做。您有证据吗？证明这件事是我做的？我直视着他，眼神坦荡。还是说您现在急着找个替罪羊，好把自己和乔曼的丑事摘干净？陈导被我噎得一愣，脸色由红转青。他拟了半天，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因为我说的是事实，他没有任何证据。把脏水泼到我身上，是他此刻唯一能想到的公关手段。就在这时，系统冰冷的提示音在我脑海中响起：3分钟时间到，新生公放系统已关闭。我心中微动，看了看周围几乎要冲上来的记者，又看了看气急败坏的陈导，我忽然觉得火候还差了那么一点。我对系统说：再给我来1分钟，指定目标，陈导。下一秒，陈导愤怒的咆哮声和他内心的声音同时响了起来。林昭，你别得意，我告诉你，这件事我跟你没完，我会让你在这个圈子里彻底混不下去。这个女人一定是她，她怎么做到的？不管了，先弄死她再说，必须让她身败名裂。回去就让公司发声明，说是她恶意报复，买通了音响师，还有乔曼那个蠢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等风头过去就把她甩了。老子在他身上花了那么多钱，全打水漂了。陈导的心声比乔曼的更劲爆，更无耻。他一边说着要封杀我，一边心里盘算着怎么甩锅和抛弃情人。在场的所有人，包括那些记者，都倒吸了一口凉气。陈导自己也懵了，他愣愣地摸了摸自己的嘴，又看了看周围惊恐的眼神。他终于意识到刚才那些话不是他说出来的。他的脸瞬间失去了所有血色，他指着音响，语无伦次的骂：快点关上，关上这个邪门的东西！工作人员手忙脚乱地检查设备，却怎么也找不到问题所在。保安！陈导气急败坏地把矛头转向我，歇斯底里地大喊：把她给我赶出去！这个女人是个疯子，她是个巫婆！几名保安立刻朝我围了过来。张姐一步挡在我身前，厉声说：你们干什么？陈导，您这是要当众行凶吗？我拉开张姐，平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现在知道急了，晚了。颁奖礼不欢而散，我和张姐在保安的护送下从 VIP 通道离开了会场。一上保姆车，张姐就瘫在了座位上。我的妈呀，昭昭，你快告诉我今晚到底是怎么回事？她看着我的眼神像是看一个外星人。我递给她一瓶水，淡淡的说：就是你看到的那样。我看到的那样。张姐坐直了身体，声音都变了调。你是说乔曼和陈导真的能让人听到心里话？这是什么特异功能？我没回答，有些事没法解释。车里的气氛有些凝滞，张姐的手机响个不停，全是各大媒体和公司高层打来的。她接了几个，都是在询问今晚的事，言语间充满了试探。张姐应付的焦头烂额，挂了电话，她一脸愁容地看着我：昭昭，这下麻烦大了。陈导在圈里的势力不小，他放话要封杀你，恐怕不是开玩笑。而且刚才那种邪门的事，很多人都把矛头指向了你。现在网上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你被下了降头，有人说你请了大师做法。我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让他们说去。可是张姐，我打断她，你觉得一个能被轻易封杀的林昭，能搞出今晚这么大的阵仗吗？张姐愣住了。是啊，如果我真的有那么通天的手段，又怎么会怕一个陈导的封杀？她脸上的愁云消散了几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异的兴奋。昭昭，你是不是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底牌？我睁开眼，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霓虹，等着看戏吧。回到家，我洗了个热水澡，
然后打开了电脑，果不其然，全网都炸了。乔曼陈导金兰奖新生直播，林昭巫术3个词条牢牢霸占了热搜前3。乔曼和陈导的社交平台已经被愤怒的网友冲烂了，评论区里全是各种不堪入目的咒骂。陈导的公司和乔曼的团队第一时间发布了紧急公关声明，声明里他们把一切都归咎于不明原因的技术故障和恶意人士的有组织攻击，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字里行间都在暗示这件事是我干的。他们还贴出了一份律师函，声称要对造谣者追究到底。这招倒打一耙玩得很溜，一时间舆论风向开始变得复杂。我的评论区也涌入了大批乔曼的粉丝和水军，对我进行疯狂的谩骂和攻击。恶毒的女人，肯定是你看不得我们家曼曼拿奖，才用这种下作的手段。林昭滚出娱乐圈，心机婊，真是最毒妇人心，自己拿不到就毁了别人，太可怕了。我看着这些评论，心里一阵唏嘘。乔曼只把粉丝当工具，一边享受粉丝得追捧，一边骂人家蠢，可他的粉丝还在义无反顾地护着他。我在心里对系统说，把今晚录下的所有心声做一个精华剪辑版，去掉背景杂音。好的，宿主。很快，一段清晰无比的音频文件出现在了我的电脑桌面上。我勾起嘴角，登录了一个很久没用过的微博小号。第二天，我在巨大的舆论漩涡中醒来，陈导和他背后的资本果然开始发力了。一夜之间，好几个跟我有合作意向的品牌都委婉地表示要再考虑一下。我正在拍摄的一部剧，制片人也打来电话，旁敲侧击地问我能不能主动跟陈导道个歉，把事情和平解决。林小姐，大家都在一个圈子里混，抬头不见低头见。陈导已经放话了，你要是不低头，他会让你的戏一部都播不了。制片人的语气带着施舍般的好意。我笑了，王制片，您的意思是要我为一件我没做过的事道歉？这个，他卡壳了。还是说您觉得比起真相，不得罪陈导更重要？我的声音冷了下来。如果是这样，那这部戏我不拍也罢。哎，林小姐，你别冲动啊。我没再给他说话的机会，直接挂了电话。张姐在旁边听着，脸都白了。昭昭，你真要跟他们撕破脸？这部戏我们花了多少心血？张姐，我看着他，你信我吗？张姐看着我笃定的眼神，咬了咬牙，我信你，那就行了。我打开手机，我昨晚登录的小号已经炸了。我用那个小号只发了一段音频，就是昨晚乔曼和陈导的新生精华版，没有配任何文字，只有一个标题：金兰奖未删减版。这条微博在短短几个小时内被转发了数十万次，音频的清晰度彻底击碎了主办方技术故障的谎言。网友们反复收听，甚至有人做起了新生与发言对比的分析视频。乔曼和陈导的公关团队删帖删到手软，可音频文件早已像病毒一样传遍了全网。卧槽，这音频也太清晰了，绝对不是技术故障。所以乔曼和陈导真的有一腿，奖项是睡出来的。楼上的自信点，把妈去掉。陈导都亲口承认要甩了他了。细思极恐，如果这不是技术故障，那声音是怎么出来的？林昭真的会巫术，管他会不会巫术，我只知道他撕绿茶的样子太帅了。舆论再次反转，陈导和乔曼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而我则被一部分网友封为娱乐圈纪委，手撕绿茶第一人。当然，质疑我手段不正的声音也依然存在，但不甚在意。就在这时，一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进来，我接起电话，那头传来乔曼歇斯底里的尖叫：林昭，是你对不对？你这个疯子，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我把手机拿远了些，等他的尖叫告一段落，然后我才慢悠悠地开口：乔曼，你真的不记得你得罪我哪里了吗？电话那头的呼吸一滞，你什么意思？3年前城西废弃工厂电视剧《迷雾》的最后一场爆破戏，我一字一句清晰地提醒他，你记起来了吗？电话那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只有他粗重惊恐的喘息声。3年前，我和他合作拍摄《迷雾》，我演女一，他演女二。那部戏本该是我的事业更上一层楼的代表作。最后一场戏是我们在废弃工厂里躲避炸弹。按照剧本，我们应该在炸弹爆炸前从指定的安全出口跑出去。道具组反复确认过，炸点是安全的，时间是计算好的。可是就在导演喊开始后，我跑向安全出口时，乔曼不小心撞了我一下，然后他惊慌失措地把我推向了另一个方向，那个方向是死路。他自己则头也不回地从安全出口跑了出去。下一秒，我身后的炸点提前爆炸了，比预定的时间早了整整10秒，火焰和气浪瞬间将我吞没。如果不是我命大，如果不是剧组的一个武行师傅不顾一切冲进来把我拖了出去，现在的林昭要么是一块墓碑，要么是躺在病床上全身烧伤的废人。事后剧组给出的结论是意外。乔曼哭得梨花带雨，对我反复道歉，说是他太紧张，跑错了方向，不是故意的。道具组也一口咬定是设备出了微小的故障，才导致爆炸提前。所有人都劝我，算了，我没死，也没毁容，只是在医院躺了半年，
错过了事业的黄金上升期。而乔曼却因为在那部戏里表现出色，又懂得讨好陈导，从此资源飞升，成了当红小花。这件事成了我心里的一根刺，没有证据，我只能忍。直到我得到了这个系统，一个能让所有阴暗都暴露在阳光下的系统。你想起来了？乔曼的声音在发抖，带着哭腔。林昭姐，那真的是个意外，我不是故意的，你要相信我。是吗？我轻笑一声，那你心里最好也这么想，因为我的系统随时可能在出点技术故障。说完，我挂了电话，听着电话那头的忙音，乔曼摔碎了手机，整个人瘫软在地。他知道林昭什么都知道了，那个曾经被他踩在脚下，差点死掉的女人，现在回来索命了。事情的发酵比我想象的还要快，陈导和他妻子的离婚官司打得人尽皆知。他的妻子，那位手腕强硬的女制片人，联合了几个股东，直接把陈导踢出了公司董事会。陈导一夜之间从风光无限的大导演变成了丧家之犬，他投资的好几部电影都受到了波及，被勒令停工，其中就包括我正在拍摄的这一部。王制片再次打来电话，这次他的语气谦卑的像个孙子。林小姐，不，昭姐，您大人有大量，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您看我们这部戏能不能继续拍下去？您放心，您的片酬我们1分都不会少。我直接拒绝了。王制片，道不同不相为谋，至于违约金，我会让我的律师联系你。这部戏的投资方和陈导背后的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不想再跟这群人有任何瓜葛。而乔曼比陈导更惨，他被公司彻底雪藏，所有的代言合同全部被解约，还要面临天价的赔偿金。他从云端狠狠地摔进了泥潭，他不甘心，他开始在网上卖惨，说自己是被冤枉的，是被林昭陷害的。他甚至放出了一些所谓的证据，比如我曾经在片场欺负他的照片，那些照片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错位图，看起来就像是我在对他颐指气使。一时间又有一些不明真相的圣母开始同情他。乔曼好可怜，会不会真的是被林昭整了？林昭的手段也太狠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吧。娱乐圈的水太深了，我们还是安静吃瓜吧。我看着这些言论只觉得可笑，饶了他，那我那躺在医院的半年，我差点被终结的演艺生涯，我午夜梦回时被爆炸惊醒的恐惧，谁来饶了我？我没有再理会网上的纷纷扰友，我在等一个机会，一个能让乔曼永世不得翻身的机会。机会很快就来了。张姐告诉我，乔曼为了筹集违约金，准备卖掉他名下的一套海岛别墅，就是他新生里提到的那一套。我眼睛一亮，张姐，帮我查一下那套别墅当初是谁卖给他的，还有查一下3年前迷雾剧组的那个道具师现在在哪里。张姐虽然不解，但还是立刻去办了。我知道最后的决战要来了。张姐的效率很高，2天后，她把一份详细的资料放在了我面前。昭昭，你猜的没错。她压低声音，神情激动。那套海岛别墅登记在乔曼母亲的名下，但购房款的来源是一家海外的空壳公司，而那家公司的背后控股人是陈导。时间就在迷雾播出后不久。我点了点头，一切都在意料之中。那个道具师呢？他3年前就辞职回老家了。我找人问了一下，他回老家后就盖了新房，买了新车，日子过得相当滋润。张姐的眼神闪着光。昭昭，你是怀疑？不是怀疑，我看着资料上的照片，那个道具师满面红光的样子刺痛了我的眼。是肯定，3年前那场意外根本就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谋杀。乔曼是主谋，陈导是帮凶，道具师是执行者。他们一个想要上位，一个想要情人，一个想要钱，一拍即合。而我就是那个挡了他们路的牺牲品。我的手指一寸寸收紧。很好，人证物证的线索都齐了。我拨通了一个号码，电话那头是一个低沉的男声。喂，卓哥，是我，林昭。卓哥是圈内最有名的狗仔，也是我多年前无意中帮过的一个朋友。他业务能力极强，只要钱到位，没有他挖不出的料。哟，稀客啊，林大影后，最近你可是火得很啊。卓哥在电话里调侃我。别贫了，我开门见山，有个大活，你接不接？多大？足以让一个当红小花和一个前著名导演牢底坐穿那么大。电话那头的呼吸瞬间变得急促。成交。我把别墅和道具师的资料都发给了卓哥。我要你拿到最直接的证据，钱不是问题。卓哥兴奋地吹了声口哨。放心吧，昭姐，3天之内我给你结果。挂了电话，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乔曼、陈导，你们的死期到了。卓哥没有让我失望。第3天晚上，他给我发来了一个加密文件，文件里有2段视频。第一段是乔曼和陈导在一家私人会所的包厢里，看样子是乔曼在求陈导帮忙。视频的画质有些模糊，但声音很清晰。乔曼哭着说：“陈哥，你不能不管我，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3年前的事要是爆出来，我们都得完蛋。”陈导一脸不耐烦：“你现在跟我说这个有什么用？我自身都难保了，要不是你这个蠢货，事情会闹到今天这个地步。我蠢，
要不是为了帮你摆平林昭那个绊脚石，我用得着冒险吗？那套别墅就是你给我的封口费，你小声点。第二段视频是在一个农家小院里，卓哥的人伪装成收古董的，找到了那个道具师。酒过三巡，道具师开始吹嘘自己当年的光辉事迹。你们是不知道，当年那个姓林的娘们有多爱是乔曼小姐，哦不是陈导，给了我这个数。他醉醺醺的伸出5根手指，50万，嘿，是500万，就让我把炸弹的时间调快10秒钟。神不知鬼不觉，要不是那娘们命大，早就成一撮灰了。视频到这里戛然而止，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屏幕，血液一寸寸变冷。原来我的命在他们眼里只值500万。张姐在我身边气得浑身发抖，畜生，这群畜生！她一把抢过我的手机，昭昭，我们现在就报警，把这些证据交给警察。不，我拿回手机，删掉了和卓哥的所有联系记录。报警太便宜他们了，我要的不是让他们接受法律的制裁，我要的是让他们身败名裂，是在绝望和悔恨中一点点烂掉。我将2段视频发给了那个微博小号，然后我艾特了国内最大的几家媒体以及公安部门的官方账号。我写道：实名举报3年前迷雾剧组故意伤害案平安荆州@XX 日报@XX 周刊。做完这一切，我关掉手机，走进卧室。这一夜我睡得格外香甜。我知道，从明天起，这个世界就要变天了。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但娱乐圈却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地震。我那条举报微博在凌晨时分引爆了整个网络，2段视频如同2颗原子弹，将乔曼和陈导炸得粉身碎骨。乔曼、陈导故意伤害，道具师500万买凶，林昭迷雾真相，热搜榜前10全被这件事霸占，所有的网友都疯了。之前还在为乔曼洗地的粉丝和水军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铺天盖地的愤怒和咒骂。我操，这是谋杀啊！买凶杀人，太恶毒了！乔曼和陈导必须死。心疼林昭，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啊？被差点害死，还要被反咬一口。支持林昭，一定要让这群人渣付出代价。公安部门的官方微博在早上8点发布了一条声明，已关注到网传信息，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详情请等待后续通报。这条声明彻底给这件事定了性。陈导和乔曼完了，他们背后的资本也第一时间跟他们做了切割。他们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种违法犯罪行为，并表示将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墙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这出戏比我想象的还要精彩。中午时分，我接到了王制片的电话，他像是换了个人，声音里充满了恐惧。昭姐，我什么都不知道啊，3年前的事我真的不知情，您要相信我。我淡淡的嗯了一声，我知道，如果他知情，他现在应该已经在去警局喝茶的路上了。昭姐，我能不能求您一件事？说，我能不能？他犹豫了一下，一咬牙，我能不能出来为您作证？当年剧组里确实有些不对劲的地方，我可以都告诉警察。我笑了，真是个聪明人。他知道陈导这艘船沉了，他现在唯一的活路就是紧紧抱住我这根受害者的大腿，主动站队，撇清关系。可以，我答应了他。谢谢昭姐，谢谢昭姐。他感激涕零。我挂了电话，看着窗外的蓝天，接下来就是等待了，等待正义的宣判，也等待我自己的心声。警方的调查进行得很快，有了卓哥提供的原始视频，再加上王制片等人的踊跃作证，案件的脉络清晰无比。3天后，警方发布了正式通报：陈某、陈导、乔某、乔曼、李某，道具师因涉嫌故意伤害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通报一出，全网欢腾，我的微博下面全是粉丝和路人的祝福和安慰。昭昭，你终于等到了，正义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姐姐以后就走花路吧，我们永远支持你。我看着这些温暖的留言，3年来积压在心口的郁气终于彻底消散。我回复了一条：谢谢大家，我很好。处理完这一切，我给张姐放了个长假，也给自己放了个长假。我去了那个我差点丧命的海岛，不是乔曼的那栋别墅，而是另一片更安静、更原始的海滩。我每天就躺在沙滩上，吹着海风，看着潮起潮落。系统在我脑海里难得的安静。过了很久，他才小心翼翼地问：宿主，这个世界的任务算是完成了吗？我嗯了一声。那我们接下来要去哪个世界？不急，我闭上眼睛，感受着阳光洒在脸上的温度。让我先度个假。好嘞。系统欢快地应了一声，然后彻底没了动静。我知道他只是暂时休眠，等我休息够了，他还会再次出现，带着我去往下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但此刻，我只想享受这份来之不易的平静。乔曼和陈导的案子在1个月后开庭，我没有去现场，我只在新闻上看到了最终的判决结果。陈导和道具师作为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乔曼作为从犯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一个还算公正的结果。他们最好的年华都将在铁窗里度过，出狱后他们也只是3个背着案底的普通人，娱乐圈再也不会有他们的位置。
属于他们的时代彻底结束了，而属于我的时代才刚刚开始。假期结束，我回到了熟悉的城市。张杰已经帮我处理好了一切，我和前公司的合约顺利解除了，几家顶级的娱乐公司都向我抛来了橄榄枝，我最终选择了一家最有诚意，也给了我最大自由度的新公司。公司给我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欢迎派对，派对上星光熠熠，很多曾经对我避之不及的导演和制片人都带着笑脸主动过来跟我攀谈，人性的现实展露无遗。我应付着这一切，脸上挂着无懈可击的微笑。一个年轻的导演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林老师久仰大名。他看起来有些紧张，但眼神很真诚。我这里有个本子，我觉得非常适合你。他把一个剧本递给我，剧本的名字叫《涅槃》。我挑了挑眉，讲的是一个女演员遭遇背叛和陷害，跌入谷底，最后凭自己的力量重回巅峰的故事。导演的眼睛里闪着光，我觉得这个角色非你莫属。我接过剧本，翻开了第1页，上面写着一句话：杀不死我的，终将使我强大。我笑了，好，我说，这个剧本我接了。我的新生活就像这个剧本一样，过往的黑暗都已成为我重生的养分，未来还有更广阔的天地在等着我。识海里，系统沉寂了许久的声音再次响起：宿主，休息好了吗？准备好迎接新的挑战了吗？系统将为您开启更多功能。我看着窗外，万家灯火璀璨如星河。我轻轻地在心里回了一句：我准备好了。